大夏56，此天间夜观星象，有凤星坠落在镇威将军府。来日里霍风预言，皇女现世，得之必得天下。而真正的皇女就在将军府2位小姐之中。为此，将军陆振杰将自幼驱逐在外的嫡长陆星瑶急召回府。王妈妈，前方就是大小姐的院子了。我听真女堂的管事说，3年前大小姐咳嗽不止，众人唯恐是痨病，就将她驱逐在此。看来是夫人下的毒起个作用。哎，王妈妈到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大小姐现在怎么样了。得了痨病还能活吗？哼，我这次就是来给他收尸的。主子，他们已经到门口了。开门，迎客。是。干嘛？将军府来接大小姐回府。寸心是吧？夫人命我来给大小姐收拾。是你是大小姐？她怎么还没死？皇妈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父亲、母亲、凤甲军的将士，我回来了。小九，坚持住，堂姐不会让你死的。仇，我们一起报。陆振杰宠妾灭妻，害我母亲枉死，又将我驱逐在此，自生自灭。还有那恶毒的妾室，陷害我母亲通奸，又买通仆役毁了我清白。现如今，我已是强弩之末，不能亲自报仇，是我最大的遗憾。堂姐放心，你的账，我父母的账，30万凤甲军将士的账，我定会一笔一笔和他们清算。小九，从此以后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这盛世繁华，是我30万凤甲军的性命换来的。快看快看，这是谁家娘子啊？生得可真漂亮。小九的发簪，陈平，她是谁？她就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陆星瑶。陆星瑶，给我查！为了那个小贱人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做戏呢就要做全套，免得落人话柄。不过一个死人罢了，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？哼！夫人，那个小贱人她没死啊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10年未见，星瑶给母亲请安了。
样的剧毒都死不了，他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住口！你看看你现在，哪有半分宗室贵女的样子？将来如何母仪天下？夫人，小姐也是着急，这皇女之争未有定论，留着她始终是个祸患呢。就是，你看他那副狐媚样，天生就是勾引男人的下贱坯子。一日不出，我就不能安心。哼，不过就是一个失了贞洁的浪荡蹄子，我既能杀他一次，就能杀他第二次。爹娘，如今我以堂妹的身份回来了，你们的血债，我必一笔一笔向他们讨回来。主子，霍大人按照你的命令，将所有消息都散布出去了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万事俱备，只待鱼儿们上钩了。大小姐，老爷和夫人有请。陆星瑶，见了父亲还不行礼？哼，星瑶见到父亲太过激动，父亲莫怪。回来就好，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凤凰女的预言。3日后，皇上命太史令在将军府中举行一场仪式，到时会在你们姐妹2人之中选出凤凰神女。无论你们姐妹2人谁会当选，一定要牢记：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是。星瑶不能参加。你有意见？妾身不敢，并不是对星瑶有什么偏见，而是她在那阿杂肮脏之地待了10年，早已是不洁之身。天定皇女是世上最至纯至真、至善至美的女子，若是让她这阿杂之人亵渎了仪式，我们将军府可是要株连9族的。你母亲说的可有其事？母亲一盆脏水泼了过来，我若说不是，父亲信吗？巧言令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小兰，这是新鲜的鹦鹉血，将其滴在手臂上。若是处子之身，就会凝而不落；若非处子之身，就会顺着手臂滑落。是与不是，一验便知分晓。母亲已早有准备，看来我是不验不行了。为了陆家的荣辱，你且委屈一下，只要能证明你的清白，我自会补偿你的。什么要求都可以？都可以。好，我验。且慢，既然要验，我俩一起。放开我！我陆安宁乃是圣经的第一贵女，你一乡野村姑竟敢如此羞辱我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嚣张跋扈，恃宠而骄，好一个圣经第一贵女！放开我！丧门星，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论嫡庶长幼，你该叫我一声嫡长姐，现下却一口一个丧门星，这就是你第一贵女的教育。你算什么嫡长姐？不过是个下贱坯子，要不是司天监的预言，你早就死在外面了。够了！看看你们现在的德行，哪有半分名门闺秀的样子？蠢货！老爷息怒啊！安宁养在深闺，性格单纯又直率，哪受得了这般侮辱啊？母亲也知道，女子当众验身，乃是奇耻大辱。你，父亲，同样都是您的女儿，同样都是皇女的候选人，就不能一视同仁吗？父亲，那就一起验。娘，王妈妈，长幼有序，我先来。
王妈妈，您手可拿稳了。大小姐放心，老奴的手稳着呢。怎么没滑落？不可能！你不是陆星瑶，老爷，他不是陆星瑶。老爷，他不是陆星瑶。母亲真会说笑，难道我没有失贞，就不是您的女儿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那个贱奴没有得手？姐姐已经验过了，当妹妹你了。娘，爹，王妈妈，不要，小姐，老奴手很稳的。娘，小姐，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，小姐，不要！我不要！贱人！阿宁，阿宁！老爷，宁儿从小被我教惯坏了，妾身今后一定严加管教。无知的蠢妇！是父亲考虑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想要什么补偿，尽管提。我想要你们血债血偿。女儿多年未归，只求母亲能真心对我，问我陆家门庭和睦。我答应你。谢父亲，这还只是个开始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这忠义二字变成砍下你们头颅的一把刀。哼！还有没有味道？没有了。贱人！我要杀了他！娘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你打我！我恨不得打死你！到手的好日子，差点让你给做没了。有胆子偷人，没本事擦屁股。您说什么呢？你的香膏不要再用了，每天都给我抹这个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不要！不要也得要。百鸟朝凤，所有鸟类都以凤凰为尊。仪式那天，太史令会放出神笋，那神鸟落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天命皇女。而这罐香膏加了特别的香料，涂上它，能帮你引来神笋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只要你别出岔子，陆星瑶就会万劫不复。大小姐，按照您交代的，我把香膏调换了。三小姐她已经开始用了。辛苦你了，小兰。您言重了。当初如果不是先夫人的一饭之恩，小兰也活不到今日。只要能为先夫人报仇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不可能掌握府里的动向。接下来交给我。可是三小姐背后那人太强大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行？放心，有了这个，即便不足以撼动她的地位，也能让她伤筋动骨，元气大伤。我娘好像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。无妨，反正早晚
都得是我的人。都怪陆星瑶那个贱人，我成为了皇女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你想怎么处置都随你，让他给你当洗脚婢都可以。好主意。你身上什么味道？新的香膏，喜欢吗？小妖精。主子，主子，有人悄悄潜入到陆安宁的房中，寅时才离开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只欠东风。主子，属下不是很明白，一瓶香膏能起什么作用啊？百灵草的种子对鸟类来说，确实具有极致的诱惑。不过，若是加了千蔓兰，效果可就不一样了。好戏就要开锣了。福望天地，神灵显灵，为吾等指明皇女真身，佑我大家繁荣昌盛，江山永固。仪式开始，请二位小姐。君临哥哥，陆九思，是你吗？好一个风华绝代的陆大小姐，比起当年名动圣经的陆儿，还要惊鸿绝艳。贱人！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三弟，那等逆贼的名字还是少说为好，小心你的项上人头。二哥放心，我比谁都惜命。请神隼。快看！快看啊！是谁？这是什么？谁会选谁呢？哇，飞得好高啊！快看呐！哇，神隼得主了，是三小姐。我就说嘛，三小姐可是圣经第一贵女，不是那些山野村妇能比的。这香膏果然有用，才是真正的天命皇女。陆星瑶，你死定了！快救三小姐呀！快救人呐！殿下，救我！轻伤了神隼。神隼怎么会袭人呢？怎么又飞过来了？殿下小心！殿下小心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神隼怎么又飞回来了？哎呦！神隼马上盯上二殿下了呀！二皇子小心啊！真是一出精妙绝伦的好戏。
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把这畜生召唤回去！快走！凤凰显灵了！凤凰显灵了！吾等恭迎皇帝现世。治好你的，二皇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畜生，我要宰了你！天下英明神武，何必跟一只鸟过不去？怎么会是你？可能是我长得比较顺眼。哼！是你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！你害怕我成为了皇女，自己会被遣送回真女堂，所以你就动了手脚来加害我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你我二人的一举一动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要如何加害于你？反倒是你，妹妹，做了什么触怒神灵的事？神隼拼了命要置你于死地啊！我是因为这个吧？这个瓷瓶是从三小姐身上掉出来的，这里边的香膏，恐怕就是引得神医发狂的原因。这是百灵草。百灵草是什么？百灵草是北疆皇室才有的一种香料，少量使用不会有什么异常，用量过多就会对鸟类产生致命的吸引力。怪不得神隼会发了狂的追三小姐呢。不是的，这百灵草只会引起神隼的注意，不会令他发狂的。原来是妹妹玩火自焚，弄巧成拙，偷鸡不成，反倒害苦了自己啊！对，就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我陆安宁是当之无愧的天之娇女，你呢，不过是真女堂被人玩烂的贱货，凭什么和我争？凭什么？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关进柴房！你不能关我，我是被这贱人陷害的，我才是真正的皇女啊！老爷，你儿他有伤在身啊！带走！且慢，大家是不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？刚刚太史令大人说，这百灵草是北疆皇室才有的香料。三妹妹亦深闺女子，她如何得来啊？这么说来，我也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这二哥的身上也有这香膏的味道？你别胡说八道！别的我不敢说，这姑娘们身上抹的什么香膏，擦什么脂粉，我可是一闻便知。你身上什么味道？新的香膏，喜欢吗？再者说，这神隼为什么只攻击你和三小姐呢？如果是二殿下想要得到北疆皇室的香料，确实是易如反掌。星瑶，勾结北疆是重罪，不可信口胡说。如若不是二殿下，此物又该从何得出啊？我与三小姐情投意合，私下确实有些来往。无媒无聘，乃是苟合啊！二哥玩的比我花呀！可是我实在不知三小姐的香膏从何而来，还请刘公公回去跟父皇禀报，严查此事。殿下放心，咱家只是个传话的，不该说的我一句也不会多说，该说的也一句不会少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砍了你！老爷，你儿向来胆小，怎么敢勾结北疆啊？他定是中了奸人的计了。娘说的对，有人陷害我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臣妇，把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今天起交出你掌家的权力，闭门思过，府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星瑶。至于你，
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求求爹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父亲，妹妹看来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何不小惩大戒，放过妹妹呢？你看，该如何处置？不如就把妹妹送去真女堂吧。贱人，你好歹毒啊！千万不能让女儿去真女堂，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！女儿这辈子就毁了，你不能听她的呀！怎么会呢，母亲？你把我送去真女堂清修了10年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就这么办？来人，把女儿给我送去真女堂！小女儿，救我！夫人，夫人，嘿，微臣这般处置，公公可还满意？还是那句话，咱家呀，只是个传话的。陆星瑶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封陆星瑶为护国神女，待太子继位之后，入主中宫，钦此。臣女叩谢圣恩。太可惜了，谋划了这么久，只除掉了陆安宁这个草包，二皇子就只被关了几天禁闭，可恨我不能亲手杀了这个奸贼。自古帝王多猜忌，从今往后，他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这场大戏已经拉开了帷幕，下一个就是陆振杰。事情安排的怎么样？夫人您放心，我已经都上下打点了，无人敢欺负小姐。陆星瑶这个小贱人，真是想敲打了。要不要老奴将她？以他现在的身份，恐怕是不容易。没关系，就让他往上爬，爬得越高越好。到时候我定让他摔得粉身碎骨。中元节还未到，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祭奠亡魂。城里的官吏不允许他们在中元节那天放河灯，违令者都被抓进了大牢。无可奈何，他们只好提前几日来这里祭奠自己死去的亲人。青兆尹什么时候多了这条禁令？3年前，他们都是凤甲军将士的亲眷。我30万凤甲军的将士，保家卫国，浴血奋战，最后都成了皇权争斗冤死的刀下火，禁止正大光明的祭拜。这幕后之人，可是怕这30万亡魂归来，向他索命。回来了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跟殿下还没熟到这种程度吧？我们自幼定亲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说我们熟不熟？陆、九、思。仙将，这是我亲手为你打的簪子，算是我们的信物。一言为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殿下叫我过来是为了让我看你耍酒疯的话，那是我不能奉陪了。你懂什么？你头上戴的是我亲手雕刻的发簪，
现在却装作与我素不相识。陆九思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殿下怕不是得了什么妄想症吧？我头上的发簪是丫鬟拿给我的，我并不知其出处。再者说，二妹妹早在3年前就被皇上下旨诛杀了。3年前，我晚来了一步，如今你便不需要我了，对吗？陆九思已经死了，我是陆星瑶。小九，我说过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后。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为了这次重逢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陈平，是你。罪臣王蒙叩见少将军。你没有死。大将军的冤屈没有得雪，罪臣不堪死。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3年前，大军出征前夕，二皇子私下命陆振杰绑了我的家人，他用妻儿的性命要挟我，逼我偷取大将军的帅印。被逼之下，我就犯下了这滔天的恶行。没想到皇上会如此狠心，竟然下令将30万大军全部诛杀了。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确实罪该万死。我父亲待你亲如手足，你却背叛他，背叛凤甲郡。就算是把你千刀万剐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对不起大将军，对不起众将士，我现在就以死谢罪。想不想为凤甲军的将士们报仇？想，我这3年苟活在世，为的就是能为众将士报仇雪耻。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谢少将军，告辞。谢谢你送我这份大礼。我不会干涉你的计划，但是你切记，千万不要鱼虎谋皮，更不要以身犯险。你背后还有我呢。我已身在地狱，也又是何苦啊？主子，主子，暗卫来报，3小姐暴毙在前往真女堂的路上。这3小姐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呀？听说是被野兽咬死的，特别惨。这也太邪乎了吧！那么多侍从跟着，不咬别人，只咬她一个。有人说她是冒犯了凤凰神女，上天给她的惩罚。宁儿，我的宁儿啊！主子，3小姐的死有些蹊跷。夫人，你要保重身体，给小姐报仇啊！陆星瑶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，给我女儿陪葬！天道轮回，一切只不过是自食恶果。九龙鞭果然
然如此，虎毒还不识字。陆星瑶，我杀了你！没想到，母亲还是个江湖高手。当初你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杀了你，这样我女儿也不会惨死。母亲有一事没有猜错，我这次归家就是来复仇的。不过冤有头债有主，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陆安宁。不是你，那还会有谁？到底是谁杀了陆安宁？母亲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看看陆安宁脖子上的勒痕吧，唯有九龙鞭才能造成这样的痕迹。除了父亲的心腹孙宇，这世上再无第二人有这样的神兵利器。不可能！老爷待我如珠如玉，对女儿更是宠溺有加，他怎么可能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？是你是在挑拨我和老爷之间的关系。为了利益，哪怕是骨肉血亲，他也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自己去看看便知道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女儿！外面都在传，小姐是北疆的细族，老爷怕引火烧身，干脆就派人杀小姐灭口。我只有女儿这一个孩子，他居然杀了她！糊涂杀不识字，连陆振廷这个手足兄弟他都能下得去手，砍了他的头。老爷他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畜生啊！为了他，我甘愿为神为妾；为了他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；为了他，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使命。我要报仇，我要为女儿报仇，我要让她身败名裂。你妹妹的丧事，你处理得很好。我也只能为妹妹做这些了。妹妹才刚刚及笄，怎么就死了呢？哼，这都是她咎由自取。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即便你是护国神女，也不可乱了伦理纲常，否则你妹妹就是个最好的例子。女儿明白。再过几日便是中元节，往年这天我们族中都会到忠义祠祭祖，这次就由你来操办吧。是。我们陆家世代忠良，这忠义祠供奉了陆家15位战死疆场的忠义良将。每年祭祖的时候，皇上都会派一位皇子皇孙代表皇室前来祭拜。今年不知道是哪位皇子，你可得好好准备。是。中元节那天，我一定会送你一个最难忘的祭祖盛典。哎呀，这鬼天气，已经2天没有看到太阳了，却一滴雨不见，又闷又热，烦死了。哎，4天前都说了，这是聚雷云，明日会降大雨。那这祭典还能举行吗？这就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，快干活吧。没想到皇上竟会派2皇子前来参加陆家的祭祖仪式。情理之外，意料之中。3位皇子之中，大皇子身有残缺，3皇子荒淫无度，只有这2皇子最得皇上重用。上次皇女仪式，2皇子名声大损，皇上是想借这祭拜忠良的名义为他挽尊。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也配当皇帝？放心，陆振杰之后就轮到他了。黄蒙那边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安排妥了，保证明天又是一出精彩好戏。霍峰那边如何？按照您交代的，第2则预言已经放出来了，
现在外边都在传凤凰神女能与天帝对话，传达神旨。还不够，旁人信或不信，无关紧要。最重要的是，那坐在龙椅上的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该做的都做了。明日过后，凤凰神女的通天之能将传遍九州，而陆振杰就是我敲山震虎、祭奠30万亡魂的礼物。父亲，吉时已到，可以开始了。开祠堂，请先人排位。我的父母保家卫国，鞠躬尽瘁，就算是受万民的供奉，也是受得起的。如今这小小的供桌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，何其可悲！幽冥无界，鬼神有灵，令我此祭，愿逝者安息。好一个逝者安息呀！哼！陆振杰，陆振杰，陷害忠良、残杀手足的狗贼，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他是什么人？还是陆振杰的副将王猛，你还敢出现？你们是一直在找我吗？今天我王猛就将这项上人头给你们送来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3年前奉命诛杀凤家军叛贼，没想到竟出了你这条漏网之鱼。是苍天有眼，你这个罪人，够活到现在，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揭发你的滔天罪行。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不怕遭天谴吗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将这乱臣贼子给我拿下！陆杰，今天来没打算活着离开。陆振杰借助兄弟的才华，让我盗取帅印，伪造书信，诬陷大将军通敌叛国，致大将军一家含冤而亡，30万凤家军无辜丧命，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30万亡魂午夜梦回，你可还睡得安稳？此案由皇上亲自查办，你以为自己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就让我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！想杀人灭口，做梦！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就能将你的罪行公布于众。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这翻过的言才子太能都吞没了，说的这就是那30万大军的冤气所在。大胆逆贼，敢诬陷我，给我乱刀砍死！哎呀！住手！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是怕我来揭穿你的真面目吗？我看你是疯了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夫人受不了小姐离世的打击，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，快把我拖回去，关起来！我看谁敢动我！陆振杰，你还有脸提宁儿？宁儿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清楚吗？宁儿是被野兽咬死的，罪经验过了，休得胡搅蛮缠。好啊，
你为了你的这条狗命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被野兽咬死的。对，就是被你这只野兽给咬死的。三小姐，是将军害死的。府里这么说了，还能有假？我看你真是疯得不轻！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可能杀她？像你这样的畜生，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当年你命人伪造书信，害你自己的亲兄弟无辜惨死，如今为了保全你的地位，残害你的亲生女儿，陆振杰，你这样的心狠手辣、人面兽心的畜生，就该被天打雷劈！好啊，是你这个贱人，串通着乱臣贼子，污蔑于我。空口无凭的话，我就不会站出来了。给我把人带上来。这就是你的证据？一个哑巴？此人名叫李约，书法冠杰李约。可是他不是早死了吗？3年前他突然暴毙，其实不然，是被你陆振杰拔了舌头囚禁起来。里面还有个出神入化的技能，就是只需一眼就能模仿出任何人的字迹。当初就是他伪造了书信，再由王莽偷来帅印盖了章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陆振廷是我的亲兄弟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天爷都听不下去了。陆振杰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敢发誓吗？有何不敢？我父亲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丧尽天良的龌龊事？父亲只管发誓，我会禀明上苍，还父亲一个清白。对啊，江姐，大小姐乃风火神女，有通天之能，她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说的是啊，以大小姐的能力，一定能帮你洗清冤屈的。是啊，将军。是啊，将军。发誓吧，发誓吧。将军，发誓吧。请苍天变中间，将天雷，除恶贼。父亲放心，苍天有眼，不会错杀一个好人，更不会放过一个恶人。没有想到吧？你杀了一个女儿，另一个女儿却要杀你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怎么敢？原来你也知道自己做过的恶事，天理难容。既如此，大将军何不发下毒誓，以自证清白？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陆振杰要无愧于天，福无愧于地。人为做出残害手足、陷害忠良之事。可没事。即便是被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不超生，也敢对天发誓。陆振廷，那通敌叛国的逆贼，该杀！那30万犯上作乱的凤甲军，该杀！
啊！大将军死了！大将军被人劈死了！你若负我，天必摧之，这就是报应。是天法，不是亡魂所灭！快跑！快跑！难道真的有报应？天娘将士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给你们报仇了。你那里有没有能工巧匠，可以把拇指粗细的钢针钉入木杆中，而不被人发现？你想引天雷？只有天法才能让3年前的冤案重新引起所有人的关注。像陆振杰这样的畜生，没有什么比天诛地灭更合适的死法。我为陆振杰安排的这场戏还满意吗？陆君子，下来就轮到你。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，原来你才是那条会咬人的狗。那母亲可要小心了，会你可不算什么本事。我最擅长的是借刀杀人。你究竟是何人？这连绵的大雨不知何时才能停歇，老爷的尸首只能暂停在小姐的灵堂了。那不正好，就让他跪在安宁的灵堂面前，正好给安宁赔罪。你是草原上的明珠，却甘愿委身嫁给一个小小的都尉为妾。要不是您在背后默默扶持，他能当上大将军吗？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活该被天打雷劈。真女堂那边现在有消息了？探子来报，3年前有樵夫曾撞见大小姐，从崖下救回了一个身穿铠甲、浑身是血的女子。大小姐管她叫什么妹妹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就是10年的时间，就从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猫变成了凶狠嗜血的猛虎。不过是李代桃僵，鸠占鹊巢。您的意思是，府中这位并非真正的大小姐，而是有人冒名顶替？是真是假，是人是鬼，一看便知。主子，主子，好消息！天上突降火球，击中了二皇子的寝殿，真是大快人心呢。骆君灵下手还挺快，现在皇宫里乱成一团，都在救火呢。可有伤亡？火球降落的时候，二皇子和幕僚正在书房里议事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没有烧死这个畜生。没关系，目的达成就行。告诉霍风，放出第3则预言。是。大小姐，热水烧好了，我服侍您沐浴。谁让你来的？守孝期间不能洗澡，你不知道吗？大小姐息怒，大小姐息怒，是夫人交代我，怕您淋了雨受寒，让我来服侍您泡个热水澡，除除寒气。他会有这么好心？存心，既然是母亲的一番好意，我怎么敢推脱呢？走吧。
想要皮肤光洁如初，必须用刀刮去疙疙瘩瘩的斑痕，再敷上我特制的生肌膏。这过程十分痛苦，比起日日夜夜烈火焚心的痛，剜肉剔骨又算得了什么？动手吧，唐姐。小九，忍住！为了复仇，就算是换了这一身的皮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主子，看来苏婉容开始怀疑您了。在她面前，我从来没有刻意隐瞒过。以她的城府，应该早就猜出来了。这后宅的安逸生活蒙蔽了她的眼睛，希望她接下来能有所行动，也不枉我的一番等待。我怕她会鱼死网破。放轻松，她没那么傻。我让你准备的新鞋怎么样了？苏婉容那儿已经全部换上了新鞋。接下来就静观其变。你都看清楚了？是，大小姐背上没有半点伤痕。13岁的陆九思，第一次上战场，就身中数刀，命悬一线，背上留下无数狰狞的刀疤，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难道他是陆星瑶？不然，老奴再去试他一样。不必了，不管他是不是陆星瑶，他也必须得死。借刀杀人是吧？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哼！岂有此理！阴魂难安，怨气冲天，凤凰神火，除恶除奸，这个霍风好大的胆子！现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，都说这第3则预言中祸国殃民的奸邪是二皇子您，说您勾结陆振杰，害了30万凤甲军。上天这才派凤凰神女降世诛邪除恶。胡说八道！什么天降神女，什么凤凰神火，都是故弄玄虚。他们还说什么？他们还说陆振杰已经被驴劈死了，下一个就是您了。该死的贱民！本殿登上皇位，就把他们统统杀掉！殿下，殿下息怒。你还敢来见我？为何不敢？您可是我们北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你砍掉了我的臂膀，又陷我于这般境地，现在你还敢诓骗我？烂了的残肢不如砍掉，而我今天前来就是帮你破局的。帮我破局？说得轻巧，如今我已是千夫所指，连父皇都不再信任我，竟安排了骆君耀那个傻子去将军府搜证，这分明是告诉天下人，骆君泽已是颗废子了。骆君耀已经是个不能人道的残废，哼，你怕他做甚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预言因皇女而起，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，利用这预言，让你登上帝位？有话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，尽是废话。我手中有一种催情药，不仅可以激发情欲，还能致幻。用了它，再贞烈的女子也会变成荡妇。只要她成了你的女人，第3则预言就不攻自破了。妙啊！哼，可是我什么时候动手好呢？当然是人多的时候了。
这么大阵仗，抄家呢？什么呀？不是都在传这陆振杰勾结二皇子，残害忠良，皇上就派了3皇子来搜查证据。陆君泽，你害得我不能人道，如今落到我的手上，会不会是你死无葬身之地？给我搜！有。三弟，二哥不留在府中准备后事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此，只是想吊唁一下大将军。作为我大夏的肱骨之臣，却被奸邪小人暗害，落得如此下场。三弟可要好好搜证，还我大将军一个清白。人证已有，只差物证，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快给我搜！今天我势必要把这将军府翻个底朝天。大小姐放心，他呀，就是虚张声势罢了。但愿如此。我还是很相信大将军的为人。我今日前来，就是为了吊唁大将军的。不知大小姐可否带我去灵堂，拜上一拜？二殿下有心了，那就让王妈妈和大小姐陪二殿下去灵堂吊唁了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就不过去了。夫人好生休息。二殿下这边请吧。你给我走！给我搜！殿下，此处是夫人潜心礼佛的地方，从不允许我们靠近。你一个小丫头知道什么？这潜心礼佛的人呐，往往心里都住着鬼呢。搜到没有啊？殿下，什么都没有搜到。走，下一间。哎呀，还真是树倒猢狲散呢。大将军风光了一辈子，没想到竟落得如此下场。有几个像二殿下这样重情重义的？不要引火烧身。大小姐过誉了，陆将军这一撒手，可就苦了你了。一个弱女子，要挑起这偌大的将军府，没有靠山，可怎么成呢？二殿下这是什么意思？那2个废物能有什么前途？跟着我，我保证让你当上皇后。殿下，还有这最后一处没有搜了。怎么，连灵堂也要搜？我家小姐呢？她和二殿下正在灵堂祭拜大将军呢。这好端端的帘子怎么放下来了？灵堂里偷换，刺激呀！哟，大哥来的正好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大哥，快听！怎么回事？是星瑶和二殿下，这里可是灵堂，当着他父亲的尸首行这苟且之事，这个不知廉耻的小娼妇！这陆大小姐也太骚了，我喜欢。这哪是什么父皇神女，这分明就是个泥巴当驸马。陆星瑶，陆星瑶，母亲叫我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母亲说笑了，我不在这儿，应该在哪？大哥你在此，那里面是？陈平，去把帘子掀开。是。
瑶，二哥还真是饥不择食，荤素不忌呀！王妈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们拉开呀！我看谁敢动，坏了二哥的好事儿，小心他扒了你们的皮！待我登上帝位，我就封你为皇后。青瑶，二殿下，这两个废物！二殿下，二殿下！别走啊，青瑶！你这个贱婢，敢给二殿下下药，胆大包天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罔顾人伦、不知廉耻的贱婢拉出去！青瑶，二殿下。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，但是能看到二哥这副饿狼扑食的模样，值了，值了！这么大一出好戏，还多亏了母亲教我，不然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陆星瑶，又让你躲过一劫，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哼！陈平，去把二殿下绑起来。青瑶，明日早朝之前，交由父皇发落。啊，我来，放着我来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蠢货！夫人，老奴知罪，老奴知罪，夫人。我是让你去给陆星瑶下药，你和二皇子怎么就中招了？老奴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小子来了！二皇子，二皇子，二皇子！你不是陆星瑶！王妈妈，好好享受吧。陆星瑶我的毒已然筋脉尽毁，无法修行武功。难道他是陆九思？他是回来复仇的。哼，好手段呢，把我们大家耍得团团转。夫人，既然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不如揭穿他。皇上定会治他欺君之罪。不行，他之所以有恃无恐，就是吃定了我们没有证据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。我要当众撕破他的面皮。启禀父皇，儿臣有事禀告。准。带上来。父皇，儿臣是被陷害的，请父皇明察。你说，你是被人陷害的？何人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陷害于你？禀父皇，那日二哥与老奴在陆贞节灵堂之上行苟且之事，乃是儿臣亲眼所见，大哥也看到了，那画面简直不堪入目，儿臣回去吐了一个晚上。我那是中毒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贵为皇子，我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我会饥不择食，看上一个老嬷嬷。那谁知道，你万一有什么特殊癖好？你，君临，老三此言当真？禀父皇，依儿臣所见，二弟那日的状态的确不太正常。还是大哥有眼力。那日在灵堂上，二弟就像魔怔了一般，抱着那个老，口中却喊着护国神女的名字。立誓待她登上皇位，便封神女为后。父皇，儿臣那是中了毒，口不择言，请父皇恕罪。那你串通陆振杰，伪造陆振廷通敌叛国，害得30万凤甲军枉死，这又作何解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就凭那2个宵小之徒的证词，还有第3则故弄玄虚的预言吗？
证词可以作假，但霍大人的预言都一一应验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那是霍风和陆星瑶串通起来要陷害我。霍大人也就罢了，那陆小姐与你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为何只害你一人？因为他说不出来了吧？我看你就认了。住口！陛下恕罪。何人叫登文谷？宣击鼓之人上殿。镇威将军之妻苏氏拜见皇上。刚刚就是你在击鼓鸣冤。是。你有何冤屈？禀告皇上，贱妾要状告一人，此人冒充我陆府嫡长女，混入陆府，欲行犯上谋逆之事。你是说，现在的陆星瑶是假的？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冒充凤凰神女？对呀，她就是罪臣陆振廷之女陆九思。此话当真？我若有说半句假话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长穿肚烂而亡。好，今无畏听令。陛下，速将陆星瑶带上殿来。是。臣女已经来了。啊！陆星瑶，参见陛下。你就是陆星瑶？是。你说谎！你根本就不是陆星瑶，你是陆九思。母亲何出此言？陆星瑶根本就不会武功，而你内力深厚，经常习武，你的手骨比一般女子要粗一些，此为其一。另外，陆星瑶在真女堂时与下人私通，早没了清白之身。那日验鹦鹉血之时，你分明是处子，此为其二。继续。真女堂管事说，3年前陆星瑶从崖下救了一身负重伤的女将军，那个人就是他，陆九思。精彩，真是精彩。他难道真是少将军？可是他这模样怎么一点也不像了？什么皇女？这分明都是妖女！父皇，所有的怪事都是从这个女人进京开始的，而臣也是被她陷害的。陆夫人所言属实？是，属实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我是陆星瑶。亦是陆九思。好一个陆九思！来人，将他拿下！臣今日前来，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不愧是陆振廷的女儿，有胆有谋，天生将帅之才。只可惜是个通敌叛国的反贼，还不从实招来。陛下，臣女踏尸山血海而来，就是为了给枉死之人伸冤。起初，我第一个要出手的人是你，苏婉若。你唆使陆振杰谋害嫡妻，暗中给年幼的陆星瑶下毒。你胡说！陆星瑶是你杀的，将她送去真女堂那种阿杂之地，又派仆役毁她清白。你杀了陆星瑶，冒名顶替她的身份混进了陆府。她毒发身亡之前最大的遗愿，就是没有亲手杀了你这个蛇蝎妇人。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要替你父母报仇。我是为了报仇，我要报我父母的仇，报将士们的仇，报陆星瑶的仇。你这个叛徒，罪臣之女，根本就不配当皇女。原本凤鸣择主那日，就是我为你安排的死期。但你可知，为什么你要杀我，还要把你留到现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陆星瑶中的毒，还有陆安宁荷包里的草药，还有迫使三皇子成为废人的化骨散，都是北疆才有的奇毒，而这些都是你的手笔。原来是你！说，
你手中怎么会有北疆的密钥？因为它正是北疆细作。就凭你这区区几句话，就诬陷我是北疆的细作，你有何证据你？对啊，那日本殿搜查将军府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奇奇怪怪的毒药。天下可查过佛像的底座？佛像竟然还有底座？难道他把毒药都藏在那儿？世人皆信鬼神之说，谁又能料想到慈悲为怀的佛祖座下，竟藏满了害人的毒药？好啊，你个奸细！陆九思啊，陆九思，我潜伏在大夏20多年，就连陆振杰和我亲生女儿都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没想到我竟栽在你这个小贱人的手里。无人知晓，那3年前，我30万凤甲军被困落风崖之时，你是从哪得的情报？当年落风崖一役，除了父皇和我们兄弟3人，知道大将军会在落风崖扎营。北疆是如何做到提前设伏？没错，当年确实有人通敌叛国，走漏了情报。不过那贼人不是我父，而另有其人。我说的对吗？二殿下。妖女，休得胡说！就算她是北疆的细作，可她还有另一个身份，她是陆振廷的弟妹，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一定是陆振廷自己走漏了风声。为了给我的父母和将士们洗清冤屈，我筹谋了3年。如今我以身犯险，殿下以为我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那几招柴斗的功夫吗？你敢讽刺我？怎么会呢？我还得感谢你。若非是你，我怎么能得到你们俩勾结的证据？你什么意思？北疆虽地处蛮荒，但是却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药物。母亲，你猜猜我在你的佛像底下还发现了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荧光粉。我派人悄悄把它涂在了你的脚下。这荧光粉一遇水就会留下印记，怪就怪母亲报仇心切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雨还未停，就匆匆潜入了二殿下的宫中。你敢陷害我！陛下可命人熄灭蜡烛，一探究竟。灭烛火，击烛。哎呀，真的有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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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陛下可再派人去二皇子的宫殿探查一下，定能发现地上的荧光足迹。畜生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父皇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我身为皇子，怎么可能做出通敌叛国之事呢？陆夫人确实求见过我，但并非商量什么通敌之策，而是向我揭穿了陆九思的真实身份。他才是北疆的细作，父王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二哥，你可别忘了，那2位人质现在还在天牢里关着。对，父王若是不信，可以召那2人进殿，当面对质，以证清白啊！他们恐怕来不了了。发生了何事？启禀父皇，昨天夜里有人潜入了天牢，将那2位人质杀害了。但是，我抓到了杀人凶手。来人，将他带上来。你是什么人？禀父皇，此人名叫孙宇，是陆振杰身边的暗物，实际上是北疆安插在陆振杰身边的引线。陆夫人，你一定认得。尔等蛮夷竟然如此猖狂！狗皇帝，要不是陆振廷帮你打下这万里江山，我北疆早就问鼎中原了。你还能像此刻这样坐在龙椅之上大发淫威？住口！怎么听不得陆振廷这3个字？戳到你脊梁骨了？
哈哈，也是，世人皆知陆振铁，无人知你狗皇帝。你除了皇帝的头衔，还有什么？狗屁都不是！呸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父皇且慢，听儿臣说完，再处置二人也不迟。陛下息怒啊！先听听大殿下怎么说。虽然在此人口中没有问出什么重要的信息，但是在他身上，儿臣搜到了二弟的贴身的腰牌以及密令，看自己确实是出自二弟之手。逆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父皇，都是儿臣一时鬼迷心窍。当时大将军风头正盛，儿臣多次出言招揽，可是他理都不理我，受这贱女人挑拨，一念之差，竟做出这丧心病狂之蠢事啊！葬送了我30万凤家军的性命啊！少将军，我有罪，我该死，我不吃人。你可知北疆为何选择你？因为在他们眼中，大皇子身有残缺，不足为惧；三皇子带兵如神，虽无大志，你却一腔忠勇，难以策反。后半句中听，前半句中肯。大哥，你继续说。唯有你，整日沦陷于青楼勾栏之地，好色又贪财，极易操控。可笑的是，你还以为得到了天大的助力，实则你迈向虚浮，时日无多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苏婉柔早就拿她女儿的身体给你下了剧毒。苏婉容已经如此歹毒，我全心助你，你却下毒害我！会长，已经当真犯此大错，你让朕失望透顶。你到现在才知道啊，已经晚了，你们已经无人可用，就等我北疆大军南下，踏平大夏。来人，拖出去，凌迟处死。陆九思，就算我变成恶鬼，也要拖你去下地狱！儿臣知错，请父皇为我召集天下名医，为儿臣治病，儿臣不想死啊！父皇！从今日起，骆君泽贬为庶民，此生不准再踏入圣经半步。罪有应得。父亲、母亲、将士们，我替你们报仇了。陆九思，臣在。你可知罪？我为将士们伸冤，何罪之有？你假冒皇女，欺骗朕，愚弄朕，论罪当诛。臣的父母、叔伯、圣祖早已尽数战死沙场，9族之内已无血亲，早已无人可助。我今日前来，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陆九思，父皇已经为你父母和将士们严惩了叛贼，你该叩谢圣恩才是。谢恩？可笑！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在这大殿之上。少将军说的是谁呀？别看我可没那本事。臣陆九思要状告当今圣上。你要告朕？朕乃95之尊，天下之主，你要告朕？对，当年谋逆一案，疑点重重，你却因为猜忌、听信谗言，下旨将30万凤甲军全部诛杀。像你这种麻木不仁、昏庸无道的君王，根本就不配做我大夏的皇帝。好你个乱臣贼子！头儿说的对，你哪是什么皇女，你就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孽！朕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
父皇息怒，陛下息怒，九思只是一时激愤，口无遮拦，望父皇恕罪。是啊，父皇，陛下，请您饶了少将军吧！陛下饶了少将军吧！谁敢再为他求情，朕一并治罪。朕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前烧死他。明日午时，朕亲自接请。父皇三思啊！凤甲军的亡魂还未安息，如今陆家只剩九思一条血脉，如果贸然徒增杀戮，恐怕天下将士会寒心的。是啊，父皇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这是儿臣也明白的道理。为什么父皇就不明白呢？逆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朕错了？儿臣不敢。君临，你的意思？大哥，如今父皇正在气头上，让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不，九思等得够久了，30万凤甲军等得够久了。儿臣认为，父皇错了。逆子，朕已经处罚了老二，杀了佞臣，你还要怎样？父皇应该释放九思，还应嘉奖于他勇于谏言，揭露奸佞，同时把真相昭告天下，还烈士一个英名。因为父皇欠九思一个公道，欠陆家一个道歉，欠凤甲军一个清白。反了你了！你是皇上，还是朕是皇上？别以为你是皇子的身份，朕就不敢杀你。儿臣区区一条贱命，如果能唤醒父皇的话，为何不可？可是父王杀了儿臣一人也罢，你能堵上众人悠悠之口吗？好，好啊，陆九思，朕给你个选择的机会：一，朕可以赦免你的罪，既往不咎，一切从头开始；二，朕可以将你陆家冤情昭告天下，为凤甲军沉冤昭雪，但你必须死。臣女选择后者，请赐死臣女，还我家父，还凤甲军将士一个清白。九思，好，朕便如你所愿。陆九思，你假冒陆星瑶，企图以皇女身份迷惑大众，以满足你的一己私欲。来人，将陆九思就地正法。且慢，陛下，请三思啊！陆九思虽冒名顶替，但情有可原，着实被迫。更何况，她是被凤鸣认证过的皇女啊！臣斗胆，请陛下赦免陆九思。我冯，你活腻了吗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好，好一个忠臣。还有谁要为他求情呢？陛下，北疆一役，少将军已死过一次，幸而上天垂怜，才让少将军代父申冤，请陛下念其一片孝心，念陆家战马功劳，赦免少将军。30万阴魂在上，请陛下赦免少将军。陛下仁德，赦免了少将军吧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好啊！陛下，放开我！陛下，你要杀就杀我，不要乱杀无辜。他们可都是大夏的肱骨之臣啊！朕高冠俸禄，供养着他们，他们竟敢如此对我，一个个倚老卖老的家伙，朕要尔等有何用？赵丽、孙明、吴威，妖女所迫，朕亲自为民除害。要为他求情的还有谁？如此甚好，朕心胸宽广，不与他人计较。
陆九思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您贵为九五之尊，掌握生杀大权，可这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不是让你滥杀无辜的。住口！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些老臣，他们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、白发苍苍的老臣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？忤逆圣意，冒犯龙威，还不算大罪吗？难道就因为他们冒犯了你，他们就罪该万死吗？忠言逆耳，你枉为圣上！陆九思，让他说。依我看，你就是一个昏庸、残暴、无能的败类！混账！你就不怕你每每午夜梦回之时，就多了几条冤魂向你索命吗？朕乃真龙天子，所有邪祟不敢近身。你笑什么？为何我观你面相，印堂发黑，气运已尽，不是被恶鬼缠身而死，就要暴毙而亡了。休得胡言！不要以为朕会怕你。只要你在大夏的皇位上一天，大夏就越来越衰败，最后毁在你的手里。来人，给朕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将成为千古罪人，遗臭万年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！有本殿下在，谁敢伤他？有本殿下在，谁敢伤他？天下，你何苦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，这一次我不想再错。君临，你的腿，我的腿。父皇很惊讶。不，君临，你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5年前，九思给我寻来了神医，治好了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骆家的天下有救了！父皇不是早就放弃我这个残废了吗？父皇没有放弃，你是朕最重视的皇儿，朕怎么会放弃你呢？还记得我刚刚受伤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父王您来到儿子榻前，只留了一句可惜，便转身去二弟的寝宫里为其庆生。在父王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弃子罢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君临，你不是要这个皇位吗？快杀了这个妖女，朕就把皇位传给你。以后你要什么样的贵女，随你挑。快杀了她！我好不容易盼回了她，又怎么可能伤她？就算是父皇，也休想伤她一分一厘。反了，反了！这个妖女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要这样忤逆朕？要不是念在我们父子二人的情分上，3年前你就该让位了。逆子，早知如此，朕当初就该杀了你。迟了，大哥，我不想与你为敌。父王，你就认个错误。大哥本无谋反之心，你为何要逼他谋反呢？朕岂会有错？你让史书如何记载？你让后世怎么看朕？你想让朕背负千古骂名，死后难安吗？生前哪管身后事，做了就不要怕认了。这还是您教我的。混账！史官何在？臣在。你告诉陛下，该如何撰写？回禀陛下，理应如实记载。大夏35年，地心猜忌，血染疆土，军心何忍？妄杀忠良，冤情难抑，国运茫茫。出口！
你贼！别以为你是史官，朕就不敢动你。幸有大皇子骆君临不惜背负骂名，大义灭亲，护忠良，反暴王。朕要杀了你！杀了史官，你可就真成了千古第一帝。好啊，好啊！都是些乱臣贼子！老三，把他们全都杀了！陛下，史官如实记载，你在怕什么？怕预言应验吗？只要你在大夏皇位上一天，大夏就越来越弱，最后毁在你的手里，你将成为千古罪人，遗臭万年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朕没有错。父皇，你该让位。愣在那里干什么？哑巴了吗？臣认为大皇子所言极是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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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都反了吗？老三，老三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朕让你做太子。父皇，忠孝难两全，这次我站大哥这边，不，我站正义这边。你也要造反？你们都要背叛朕。政之所要，在乎民心；国之兴衰，在于民安。为人之道，为君之道。陛下，你明白吗？朕真的错了吗？陛下，陛下，父皇，陛下。大夏56年，高祖皇帝下罪己诏，将帝位禅让给大皇子后，于同年6月病逝。凤甲军沉冤昭雪，为万民称赞。上朝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平身。朕允九思3年时间，3年之后，九思必须卸甲归田，与朕完婚，做朕的皇后。你说，九思到时候不会反悔吗？陛下，一诺千金，少将军想必是个守信之人。那九思现在到何处？按照脚程，应该快追上三王爷的军队了吧？主子，这个时候殿下应该参加完登基大典了。要是您没那么执拗，现在已经入住东宫，成为皇后了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君临知我意，战场才是我的天下。驾！不行，朕反悔了。走。不是，祖宗，你又要去哪儿啊？追妻。哎呀！